你看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呢？哦，没有。你喜欢就好。这样就好。后天就是星期六，我们把酒店重新订一下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下礼拜就能把请帖全部寄出去了。我们不办了，女性结婚吧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我跟亲戚朋友都说好了，大家都等着啊。我们回来再摆2桌，请他们吃顿饭就好。那就照你说着办吧。老姑娘的婚礼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家都前辈前辈这样叫你的，却还要做粉红色的梦。我是该被一脚踢醒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个女人，不管年龄怎么样，当公主的愿望总是要被实现的。我只是对不起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走过熙熙攘攘的街，回到冷冷清清的家，香烟已熄了，全世界也大半夜的一个人出来吹冷风，看来少爷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嘛。有时候，再幸福也是需要出来散散心的。不过我怎么看你都像是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落魄人。我就知道你喜欢看到我落魄，你这扭曲的小心脏就一阵一阵的高兴。你放心，我如果被扫地出门，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你。不过，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你下星期就会收到我要结婚的请帖，一定要大驾光临。这都找到你了，朱莉。哎，什么都别说，你先听我说。现在的你过得好吗？我不要请帖，我不要婚纱，我不要那些陌生人群集的庞大婚礼。我的婚礼只要有你一个人过。不会凋谢了，要好好活着。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我不怕。背叛算是什么？背叛做错什么？游离天堂地狱一层一层，算什么？上天保佑我吧，纵然星光黯淡，要做个勇敢的小孩。干嘛？要搬走啊？就算要搬走，那也应该是你走。房子还没找到，该走的时候我自然会走的。看样子，你准备出门？公司业务出差一趟。哎，这个点儿你不上班吗？是啊，是我上班时间。我放不下这房子，回来看几眼，顺便收拾点东西，准备出趟远门。这么说你也要出差了？算是吧，帮别人收拾个烂摊子。你南下还北上啊？我去北京，你呢？很不巧，我去广州。看来南下北上都被我们占了。是很巧。
巧到连出差都同时了。这么说，这房子要空几天了？你去几天啊？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天吧。不错，祝你旅途愉快。嗯。乘坐7日3幺9标色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。公司业务出差一趟。你南下还北上啊？我去北京。很好，我们这次在全国300家店面同时建立无懈体验区，就是要先声夺人。也为像屈臣氏这样跟我们合作的超市增加人流量和销售量，所以要辛苦你们了。喂 ，Angela。哦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来啊。不好意思，大兴宫家乐福出了点事儿，我需要去处理一下。我先去跟你们店长打个招呼。不好意思。对不哎，很荣幸啊，周总。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。啊，幸会幸会啊！不远万里，没想到能够在这遇到去北京的你。彼此啊！原来广州跟南京这么近啊！这航空公司真是绕了大弯了。是啊，是绕了很大一弯。我有点急事先走了，以后再说。啊，对，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志强。北京啊，欢迎你！广州感谢您的光临。啊，真有意思啊！一个说去北京，一个说去广州，结果呢，我们两个都奇迹般的出现在这儿。哎，你说，那航空公司还真不省事啊，绕这么大一圈，结果把我们两个空降在一起。为了解决这种偶然的相遇和猜来猜去，我看我们还是应该稍微有一个章法，否则我们老是这样碰到，脸都笑僵了。可以啊，说来听听。啊，你看，有你的品牌，有你的推广，而我也一样。而这中间的问题就是呢，我们的品牌是同类型的直接竞争对手。还有更麻烦的就是，我们俩还不可思议的挤在同一个屋檐下。这种低头抬头就会碰到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。所以说，我们隐藏自己的工作计划和行动路线是完全合情合理。如果我们有其中一方觉得别扭，那才真的是不对。别扭什么呀？因为工作需要保守商业秘密，这我完全同意。但是不是以后就要看谁的演技更高了？也不能这么说了，应该要说看谁的保密功夫做得比较好。那希望下次碰面不会再像今天一样这么劲爆了。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的呀。这是否算是我们工作上的第1条规矩？可以这么说。那怎么样？要不要赏个脸，过来向我广州菜呀？你说什么？要不要过来试看我的广州菜？别客气，欢迎品尝一下北京菜。啊？
好，吃饭，吃饭。好，那我尝尝您的北京菜如何？随便，别客气。行，谢谢您了。味道怎样啊？怎么今天这菜的味道跟平常不太一样啊？好吃啊？那待会儿你买单吧。来，干杯。你好，朱小姐，这您的房卡。你好，谢谢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请问刚才那位女士经常来吗？不常来的，她开的是什么样的套房？一个顶级套房。顶级套房。请问在第几层？这个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得为客人保密。我明白，你是，想要这个？既然若琳真想知道的话，您不妨开一个房间，就一切都会明白了。那我还是再等等吧。不跟不知道，一跟，你肯定感冒。别贫了，赶紧说吧。这朱丽叶可真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丽兹饭店顶级套房，每月27号雷打不动的去，一待就是一晚上。你想想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那种地方可不是谁都去得了的。你还见过其他人吗？见过，不过就是些服务生。再没其他的时间了，你也知道，我可没钱开房在那儿盯着。你这是？这是你的报酬，以后你就可以在那儿去住一晚。今天我这样约你出来，你会感到奇怪吗？有点奇怪，但也不意外。不意外。那看来接下来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会感到相当意外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但是和我们有关系，尤其是你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卖关子了。那我问你，每个月27号的晚上 ，Julia 在哪？晚上当然是在家里了。你确定吗？最近27号你有印象吗？没有印象。那我应该提醒你注意一下你每个月27号的生活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他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朱丽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就当是一个朋友的忠告吧。每个月27号，丽兹饭店，请你保证可以清醒到达，那样你就可以清楚你未婚妻朱丽叶的秘密了。听不听随便你。
我在找一封信。信，这里肯定不会有的。你要去书房书架上那个箱子里找找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好像听见你起床出去了。不会吧？你肯定听错了。昨晚做梦了吧？周岩怎么了？他这几天没联系过你吗？没给你打过电话吗？没有啊，他这2天都没回来过。我想，我应该报警了。他已经失踪2天了，手机关机，公司没有他出差的记录，所有卖场他都没有出现过。那他能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我要知道就不来找你了。我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怎么就因为我了呢？他没跟你说过吧？不过你也从来没关心过他。跟你分手之后，你就没发现他瘦了吗？竞争压力吧。竞争压力。这次他真的决定了，只要你说同意，他立刻放弃跟何老师的合作，重新跟你在一起。如果我是让你离开琅琊，放弃青阳，你做得到吗？当然不。那他怎么不直接跟我说？男人是有自尊的，你说不，他也说不，这就是卓大爷，吃软不吃硬。夏小，这次果然也没让我失望啊！青阳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最初的目标，而且挫败了司上想要对我们进行的封锁计划。恭喜你啊！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你对我们的全力支持。来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帮你庆祝一下，上车吧。啊，行啊，那我先回趟家。周元，周元。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可找不到机会，所以过去的一切，包括对你的伤害，都是因为我还爱你，在乎你。跟你一争高下，是因为还有些事放不下。等我回来。马上就来。
我走了，租金我那一份还算我的，月底结算，希望还能是朋友。进来，拜拜，拜拜，慢点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我跟小柔，你们在哪儿？这份还算我的，月底结算，希望还能是朋友。字写的真难看。行了，你们走吧，我没事了。笑笑，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快就没事的，除非他是神仙。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之前还跟我说我只是对卓渊有那么一点点内疚而已。我的话你大可不必往心里去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心里难受呢，就要跟朋友倾诉，朋友就是你垃圾桶啊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那我可得离你远点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确定他看见你留的字条了吗？怎么说？如果他看见你留的字条还能说出这种话，那你们俩感情真是没得谈了。但如果没看见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你现在越来越像编剧了，除非他是瞎了，不然走到门口肯定看到纸条了。哎，万一呢？你先搞清楚，他现在是搬走，不是出走。出走就有可能还回来，搬走是不会回来的。他已经把洗漱的东西、床单、被罩什么都拿走了，怎么可能再回来？男人嘛。走，跟我回去睡。明天我找小时工来帮你打扫。走。哎，姐，我没事了，放心吧，我挺好的。现在终于没人给我抢地盘了，我一个人住这儿。啊，我得收拾漂亮点。我把它找出来了，你们说贴哪儿呢？啊，这儿呗，就贴这儿。来来来，帮我一下。姐，小柔，快！看，我没事吧？那没什么，少量东西。
爹，帮我转告朱丽叶，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一定把司上被撤下来的货架全部拿下。1个小时，我的好妹妹，虽然说工作是聊情商最好的方法，那你也不能自己刨坑把自己给埋了呀。我的好姐姐，我不是在刨坑自埋，我是乘胜追击。说真的，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说再见是件好事儿。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无所顾忌了。煮熟的鸭子。哎呦，姐姐呀，我都放下了，你干嘛还念念不忘呢？这个人不值得咱们2个再费1滴口水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先挂了啊。还好吗？有看到我留的纸条了吗？看到了，有道理。不过我想当面说不是更好？问题是谁也没有当面说，最后还是我。虽然留纸条的方式不够直接，但其实是不是当面说，或谁留的纸条也不重要，反正就这个意思，大家都变冷淡了。对。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但还住在同一屋檐下，那就说明我们内心其实还是有希望的。但现在没有了，因为有人已经毅然决然地搬出去了。没错啊，有的人做了决定就绝不会后悔的。我也是。朱丽叶，到底怎么了 ？Cherry， 你把总部的人都得罪了。这份是从美国总部发到中华区分公司，再转到 Fran 那里的。这不可能！我从来没有不顾青阳的意愿超预算进行任何活动。你可以去问青阳的 Sabrina， 这很清楚的。青阳市场份额扩大，除了它本身品质之外，你当然有很大功劳。你又怎么会存在对客户不顾利益的情况下？但问题是，现在有人把这个问题捅到了美国总公司，他们下令要彻底调查。那就查吧，我不怕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公司的组织结构非常复杂，尤其是从美国总部发起针对亚洲分公司的调查，就意味着一连串的程序要进行。美国总部和大中华区都会派员过来。曾经试过有一个案子，拖了2年也没有了结，而且在结论出来之前，你将被停职。我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被停职2年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以前真的有一个老员工碰到这种情况，一气之下就辞职的。我明白了，朱丽叶，我绝不辞职。青阳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，他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可现在为他负责的品牌总监竟然被停职了，还在现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。青阳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一定要面对更加多的猛烈的反击。而且现在全球金融危机，全球的 headcount 都封锁了，我已经没有预算再请一个新的品牌总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Cherry， 你怎么说走就走呢？你放心，你还会留在创意部等待新的总监。你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员，以后会有好发展的。可我们一直做得很好啊。公司政治的游戏规则里是不开人就有成绩的。傻瓜，你要等他们辞退你，这样就可以告他们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已经验证了自己的能力，知道自己能干好，这就足够了。而且我没有签同行协议。你说的，只要有琅琊公关的简历，
到哪都有人抢着要。笑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回家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好的，怎么辞职了？什么事儿？你回去问你家朱丽叶就知道了。不关别人的事儿，是我自己辞职的。想跳槽，帮我推荐几家公司吧。Kevin， 你不能进去。别给我说什么创意部男人不让进。Kevin， 你怎么进来了 ？Kevin， 你不能进去。让开！男士是不可以进去的。Kevin， 你不能进去。怎么过来了？你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或者回家问我。你为什么开除吕笑笑？你这样做也太无情了吧！你破坏公司制度，过来指责我，就为了一个吕笑笑。我这是为了你着想。吕笑笑为公司立下这么大的汗马功劳，为了一件小事，你就把他开除了，你让大家怎么看你？以后谁还敢在你的手下干？你别告诉我，美国总部专门下文件，还派要员过来彻底调查，这件小事啊。你愿意它是一件小事，这就是一件小事。你清楚我的，别人误会我无所谓，你应该了解我啊。这可不好说。你又听说什么了？不是我听说什么了，你应该告诉我什么吧？告诉你什么？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也许是你不想告诉我的事情。你要说什么就直接说，你要怀疑我什么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对你是没有任何隐瞒的。好吧，吕笑笑的事情，我请你慎重考虑一下。当然，我不应该干预你的工作，更不应该违反公司的规定来到这里。对不起，我走了。我听说了，消息这么快，但我知道的早，不代表这跟我有关系。小赵，其实你可以。周岩，我们两个再也回不去了，就像一个花瓶，我们亲手把它摔碎。哪怕我们再亲手把它粘回去，它也不是当初那个花瓶，上面那些裂痕是永远都抹不去的。我知道，可能不是你捅到美国总部去的，但我就是无法不怀疑你。我要进去了。你要不要进来一起坐会儿？你回来了？啊，坐吧，等你一个晚上了。来，喝一杯。
你应该告诉我些什么吧？我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男人，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不希望你有什么瞒着我。干。菜都凉了，先吃吧。喝完这杯酒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那种不懂事的傻女人吗？没有想好的事情，我是从来不会说出口的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不要以后在我身边睡一辈子的男人，心里永远都装着怀疑。你还怪我怀疑你？难道这都是女人常用的伎俩吗？我妈就是这么对付我爸。我爸每次要埋怨他的时候，他总是提前发作。我不是要埋怨你，也不是要怀疑你，我是确确实实的看到。你看到什么？丽子饭店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女朋友在我喝的牛奶里面放了安眠药，然后晚上去了丽子饭店的总统套房。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不要再逼我说下去。我们分手吧。你确定了吗？原来你都准备好了。到底是什么命运，让你不惜跟我分手？现在的你过得好吧？会有一点想起我吗？花蕊都开了，心不会凋谢了，要好好活着。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我不怕。背叛算是什么？背叛做错什么？游离天堂地狱一层一层，算什么？上天保佑我吧，纵然星光